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庞发平把手机贴在耳边，听着老同学蒋娟在那头热情地发出邀请。蒋娟的声音里带着期待：这周六晚上同学会，你一定要来啊！都20年没见了，好多老同学都说想你呢。庞发平看了看桌上堆积的文件，本想推辞，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，挂了电话。妻子沈珍从厨房探出头来，手里还拿着锅铲。去参加同学会啊？那你得穿得体面点，别让人家笑话。庞发平摆了摆手，语气轻松，都是老同学，穿什么不都一样？我就穿平时那身休闲装就行。沈珍皱起眉头，你这人啊，就是太不注重形象了，好歹你也是个领导，出去代表的是咱们家的脸面。庞发平笑着走到妻子身边，在她额头上轻轻点了一下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这场同学会上会有一个曾经嘲笑他的人，还会遭遇一场意想不到的尴尬境地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庞发平住在市区一栋老式的单位宿舍楼里，这栋楼建于30年前，外墙的涂料早已斑驳脱落，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大半，每次回家都要摸黑上楼，楼梯扶手上的油漆也掉得七零八落。他们家在4楼，是个70多平的2居室，客厅不大，摆了一套普通的布艺沙发和一台老式电视机。沈珍在厨房里忙活着晚饭，锅里炖着排骨汤，香味飘满了整个房间，让人觉得温馨又踏实。庞发平坐在沙发上，随手拿起茶几上的保温杯，喝了一口已经有些凉的茶水。他看着窗外渐渐暗下来的天色，脑海中浮现出高中时代的画面。那些青春年少的日子已经过去20年了。当年的高中同学，有的去了大城市打拼，有的留在本地发展，有的做生意发了财，有的进了体制内端起了铁饭碗。庞发平自己也算是同学中的佼佼者，虽然穿着朴素，开着便宜的国产车，但他的实际职位却让很多人意想不到。他是市发改委的副主任，正处级干部，手里掌管着全市重大项目的审批权。这个位置在市里算得上是实权部门，但庞发平为人低调，从来不在外人面前炫耀自己的职位，就连穿着打扮也很随意，完全看不出是个领导干部的样子。他的衣柜里挂着的都是在网上买的便宜休闲装，最贵的一件外套也不过500块钱，鞋子都是国产运动鞋。单位给他配了一辆公务用车，但他平时很少开，大多数时候都是骑共享单车或者坐公交车上下班。沈珍端着2碗面条走出厨房，放在茶几上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。今天就简单吃点，明天我再做顿好的给你补补。庞发平接过筷子，夹起一口面条送进嘴里。挺好的，我不挑食，你做什么我吃什么。两人边吃边聊着家常。沈珍突然想起什么，抬头问道：对了，你那个同学会在哪儿办啊？要不要我开车送你过去？庞发平摇摇头，语气平淡：不用，我自己开车去就行，你在家好好休息。沈珍有些担心地看着丈夫，你说你这个人，明明是个副主任，出去却总是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，万一让同学们误会怎么办？庞发平笑了笑，夹起一块排骨放进妻子碗里。误会就误会呗，我又不靠他们吃饭，何必在意别人的眼光？沈珍叹了口气，她知道丈夫的性格，说什么也改变不了，只好不再多说什么。
吃完晚饭，庞发平主动收拾碗筷，在厨房里洗刷起来。水流声在安静的夜晚显得格外清晰。沈珍站在厨房门口，看着丈夫忙碌的背影，心里涌起一股温暖的感觉。周六傍晚，庞发平换上一套灰色的休闲装，这是她去年在网上花100多块钱买的。料子虽然普通，但也算干净整洁。她穿上一双白色的运动鞋，在镜子前整理了一下衣领，觉得差不多就行了。沈珍在一旁看着，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叮嘱她路上小心，早点回来。庞发平开着单位配给他的那辆国产轿车出了门，这车是前年配的，价格不到10万，外观普通的，在路上完全不起眼。金鼎大酒店位于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，是本市最高档的酒店之一。门口停着一排排豪车，灯光璀璨夺目。庞发平把车开进停车场，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停下，锁好车门后朝酒店大堂走去。停车场里停满了奔驰、宝马、奥迪这些豪车，他那辆国产车夹在中间，显得特别寒酸，就像乡下来的穷亲戚一样。酒店大堂金碧辉煌，水晶吊灯散发着柔和的光芒，地面铺着光可见人的大理石，每一步都能听到皮鞋的回声。庞发平走到前台，询问了同学会的包厅位置，服务员礼貌地为他指了路，眼神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视。毕竟这里是高档酒店，来的都是非富即贵的客人。庞发平这一身打扮确实显得格格不入。他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到包厅门口，透过玻璃门能看到里面已经来了不少人，都穿着讲究的西装或者时髦的衣服。庞发平深吸一口气，推开门走了进去。包厅里的暖气开得很足，一股热浪扑面而来。班长蒋娟正在招呼大家入座，看到庞发平进来，立刻笑着迎上前来：“你可算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”蒋娟今年38岁，在市里的银行当柜员，她的身材保持得很好，穿着一身得体的连衣裙，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。她拉着庞发平的手，热情地向其他同学介绍：“大家看看，这是咱们当年的学习委员庞发平，还记得吗？”包厅里的同学纷纷转过头来，有的露出惊喜的表情，有的则若有所思地打量着庞发平的穿着。李东率先站起来，伸出手跟庞发平握手。他穿着一身阿玛尼的西装，手腕上戴着一块金表，看起来很有钱的样子。李东拍了拍庞发平的肩膀，语气豪爽：“老同学，好久不见啊！你这些年在哪儿发财呢？”庞发平笑着回应，语气平淡：“没发什么财，就在市里上班，混口饭吃而已。”李东哈哈大笑，眼神中闪过一丝优越感：“你这人啊，还是这么谦虚。来来来，坐下说，今天咱们不醉不归。”包厅里的圆桌能坐10几个人，桌上已经摆满了各种冷盘和酒水，都是酒店的招牌菜，看起来就价格不菲。庞发平找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，倒了一杯茶水，慢慢喝着，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同学。有些同学他还有印象，有些已经认不出来了，毕竟20年过去了，每个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赵卫坐在庞发平旁边，他是小学老师，穿着一套普通的西装，看起来朴素本分，跟庞发平打招呼的语气也很亲切。赵卫压低声音，凑到庞发平耳边说道：“你看那个李东，现在可了不得了，开了个装修公司，听说一年能赚上100万。”庞发平点点头，没有多说什么。
他对这些同学的发展情况并不太关心，来参加同学会只是想看看老朋友们过得怎么样。正说话间，包厅的门又被推开了，一个穿着笔挺西装的男人走了进来，手腕上戴着一块闪闪发光的劳力士手表。这人正是张永峰，今年38岁，在市场监督管理局当市场科科长。虽然只是副科级，但他自觉前途无量。张永峰一进门就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，他故意挽起袖子，露出手腕上的名表，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。蒋娟赶紧站起来迎接，笑容满面地说道：“永峰来了，快坐快坐，就等你了。”张永峰摆摆手，环视一圈包厅里的同学们，他的目光最后落在角落里的庞发平身上，眼神中闪过一丝轻蔑。他走到主位旁边坐下，翘起二郎腿，紧接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放在桌上。这烟一包要好几百块钱。李东立刻凑过去，讨好地说道：“永峰，听说你最近升职了，当上科长了，可真是前途无量啊。”张永峰摆出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，嘴角带着笑意，也就是个副科级，不算什么。不过我们科室是实权部门，管着全市企业的市场准入，还是挺忙的。李东连连点头，语气更加恭维：“那可是肥差啊，多少人削尖了脑袋都进不去，你可真是有本事。”张永峰享受着这种被人奉承的感觉，他端起酒杯站起来，朝在座的同学们说道：“今天难得大家聚在一起，我先敬大家一杯，祝大家事业有成，财源广进。”大家纷纷举杯回应，包厅里的气氛热闹起来。觥筹交错间，各种寒暄和吹嘘的声音此起彼伏。张永峰喝完酒，重新坐下，目光又瞟向角落里的庞发平，看到他那一身廉价的休闲装，眉头微微皱了起来。他站起身，端着酒杯走到庞发平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：“哟，这不是庞发平吗？好久不见啊。”庞发平抬起头，淡淡地笑了笑：“是挺久的，你最近过得不错啊。”张永峰上下打量着庞发平的穿着，眼神中的轻视更加明显。“你这些年在哪儿高就啊？看你这打扮，混得不太如意吧？”庞发平放下茶杯，语气平静：“在市里上班，日子过得还行。”张永峰追问道，语气中带着一丝优越感：“哪个单位啊？具体做什么工作？”庞发平思考了一下，随口答道：“发改委，在办公室做点事情。”张永峰眼睛一亮，脸上露出更加得意的笑容：“发改委啊，那单位不错。不过你在哪个科室？”庞发平随便编了个理由：“综合科，就是打杂，处理一些日常事务。”张永峰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声在包厅里显得格外刺耳。“综合科啊？那就是打杂的科室吗？难怪你穿成这样。”周围的同学们都把目光投向这边，气氛变得有些尴尬。蒋娟想要打圆场，但被张永峰的气势压了下去。张永峰拉过一把椅子，坐在庞发平旁边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庞发平啊，咱们都是老同学，我说话直，你别介意。”庞发平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等待他接下来要说什么。张永峰继续说道，语气中带着教训的意味：“你看看你这一身打扮，淘宝上买的吧，顶多100-200块钱，都快40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不注重形象呢？”庞发平笑了笑，语气依然平静：“衣服嘛，能穿就行，我不太在意这些。”张永峰摇摇头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：“你这思想啊，就是太落后了，
难怪这么多年了还在综合科打杂。他站起身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庞发平：“这是我的名片，市场监督管理局市场科科长，虽然只是副科级，但实权在握。”庞发平接过名片看了一眼，放进口袋里，没有递上自己的名片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准备名片。张永峰看到庞发平没有回递名片，更加确定了自己的判断，这人在单位里肯定混得很一般，连名片都没有。他转身走回自己的座位，在经过李东身边时，故意提高了音量说道：“有些人啊，就是太老实了，在单位里只知道埋头干活，不知道经营人际关系，难怪一辈子都混不出头。”李东立刻心领神会，附和道：“就是，现在这个社会，光干活不行，还得会来事，要不然永远都是给别人打工的命。”包厅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尴尬。蒋娟端着酒杯走到庞发平身边，小声安慰道：“你别往心里去，永峰这人就是这样，嘴上没把门的。”庞发平摇摇头，语气轻松：“没事，我不在意这些。”但张永峰显然没有打算就此罢休，他喝了几杯酒后，话更多了，脸上的优越感也更加明显。他站起来，端着酒杯走到圆桌中央，朗声说道：“来，咱们今天难得聚在一起，大家都说说这些年的发展情况，也好互相学习。”李东第一个响应，站起来介绍自己：“我就先抛砖引玉了，我现在开了个装修公司，手下20几号工人，去年营业额破1000万，纯利润也有个100来万。”大家纷纷鼓掌。李东坐下后，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，显然很享受这种被人羡慕的感觉。蒋娟也站起来说道：“我在银行工作，虽然只是个柜员，但工作稳定，福利待遇都不错，一年到手10来万吧。”赵卫紧接着说道：“我是小学老师，工资不高，但有寒暑假，可以陪陪家人，我觉得挺知足的。”张永峰听完大家的介绍，轮到庞发平时，他故意问道：“你也说说呗，在发改委综合科工作，一个月到手多少钱？”庞发平放下茶杯，语气平淡：“也就几千块吧，够生活的。”张永峰哈哈大笑，拍着桌子说道：“几千块？我的天，这年头几千块能干什么？连房贷都还不起吧？”庞发平没有辩解，只是淡淡的说道：“我家房子是单位分的老房子，没有房贷。”张永峰更加得意了，转身对其他同学说道：“你们听听，还住着单位的老房子，这得多破啊！估计连电梯都没有吧？”庞发平点点头，承认道：“确实没有电梯，是栋老楼，不过住着还行。”张永峰摇头叹息，一副为庞发平感到惋惜的样子。“庞发平啊，你当年可是咱们班的学习委员，成绩那么好，怎么混到今天这个地步呢？”庞发平没有回答，只是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目光平静地看着张永峰继续表演。张永峰继续说道，语气中带着炫耀：“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开的是奥迪，30万的车，虽然不算特别好，但也过得去了。”李东在一旁附和：“永峰的车我见过，白色的奥迪，开出去多有面子啊！”张永峰摆摆手，故作谦虚地说道：“车嘛，就是个代步工具，不过确实能体现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。”他转向庞发平，故意问道：“你开什么车来的？不会是骑电动车来的吧？”庞发平平静地回答：“开车来的，国产车，不贵。”张永峰笑得更大声了：“国产车那得多少钱？10万还是8万？”庞发平点点头，
差不多吧，够用就行。张永峰拍着桌子，对其他同学说道：“你们听听，开10万块的国产车，这年头10万块的车也就只能遮风挡雨了，谈不上什么体面。”包厅里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，很多同学都觉得张永峰说话太过分了，但又不好当面拆台。蒋娟终于忍不住了，站起来说道：“永峰，都是老同学，你这话说的有点过了吧？”张永峰摆摆手，语气轻松：“我这是为他好，咱们都是过来人，我就是想提醒提醒他，别太老实了，要懂得往上爬。”他走到庞发平身边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我跟你说实话，你这样下去不行，都快40的人了，还在综合科当个普通科员，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。”庞发平依然保持着平静，淡淡的说道：“我觉得现在挺好的。”张永峰摇头叹息，语重心长的说道：“你就是太没有上进心了，要不这样，我帮帮你，我跟我们局长关系不错，或许能给你活动活动。”庞发平礼貌的拒绝：“不用了，谢谢你的好意。”张永峰有些不高兴了，语气变得严厉起来：“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识抬举？我好心帮你，你还推三阻四的。”李东在一旁帮腔：“就是啊，永峰可是一片好心，你应该感谢人家才对。”张永峰继续说道，语气中带着居高临下的味道：“我告诉你，我们局长今天就在楼上的包厢谈事，待会儿我可以带你上去见见他，说不定能帮你在发改委找个关系。”庞发平摇摇头，语气坚定：“真的不用了，我现在的工作挺好的，不想麻烦别人。”张永峰被拒绝后有些恼怒，冷笑着说道：“行，既然你不领情，那就算了，反正我也是好心，你不要拉倒。”他转身走回自己的座位，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脸上的表情有些难看。包厅里的气氛跌到了冰点，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只能尴尬地低头吃菜喝酒。蒋娟想要活跃一下气氛，提议大家玩点游戏，但效果并不好，大家都心不在焉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包厅的门突然被推开了，一个穿着深色西装的中年男人走了进来，身后还跟着2个人。这个中年男人大约45岁左右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，脸上带着威严的神色，一看就是位居高位的人物。张永峰正在跟李东吹嘘自己在单位的人脉关系，突然看到来人，手里的酒杯差点掉在地上，他猛地站起来，脸上的表情从得意变成了惊恐，声音都有些发颤：“马局，您怎么在这儿？”来人正是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马德胜，他今天是来楼上的贵宾包厢跟几个企业家谈合作的事情。谈完事情后，马德胜准备下楼离开，路过这个包厅时，听到里面有人提到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出于好奇就推门进来看看。马德胜站在门口，目光在包厅里扫了一圈，看到了自己的下属张永峰正站在那里，脸色涨得通红。他皱了皱眉头，刚想问张永峰在这里做什么，突然目光定格在角落里坐着的那个穿着休闲装的男人身上。马德胜的瞳孔瞬间收缩，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变成了震惊，然后又变成了恭敬。他认出了那个男人，正是市发改委的副主任庞发平。2年前市里搞营商环境改革，他曾经无数次去庞发平的办公室汇报工作。作为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局长，马德胜很清楚庞发平在市里的地位。发改委掌管着全市重大项目的审批权，是真正的实权部门。而庞发平作为发改委的副主任，虽然跟他一样
都是正处级，但在市里的话语权要比他大得多。更重要的是，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很多工作都需要配合发改委，可以说发改委是他们的上级主管部门。马德胜的脑子里飞速转动着，他想不明白庞发平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而且还穿着这么随意。张永峰看到局长突然出现，整个人都慌了，他赶紧整理了一下衣服，快步走到马德胜面前，他脸上堆满笑容，声音有些发抖地说道：“马局，真是巧啊，我正在这里跟高中同学聚会呢。”马德胜没有理会张永峰，他的目光一直盯着角落里的庞发平，脚步不由自主地朝那边走去。包厅里的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惊呆了，大家不明白这个突然出现的人是谁，为什么张永峰见到他会这么紧张？李东小声问坐在旁边的人：“这谁啊？看永峰那样子，好像很怕他。”赵卫也不知道，摇摇头，小声回应：“不清楚，但看样子应该是个大领导。”马德胜走到庞发平面前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，等待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庞发平抬起头，看到马德胜站在自己面前，脸上露出一丝无奈的笑容。马德胜深深地弯下腰，腰板几乎弯成了90度，声音恭敬而响亮：“庞主任，您怎么也在这儿？”这一声庞主任在安静的包厅里显得格外清晰，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包厅里瞬间鸦雀无声，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，完全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。张永峰站在原地，整个人像被雷击中了一样，他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手里的酒杯啪的一声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李东张大了嘴巴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他刚才还在附和张永峰嘲笑庞发平，现在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蒋娟捂住嘴巴，眼睛里满是震惊和难以置信的神色。他完全想不到庞发平居然是个主任级别的领导。赵卫呆呆地坐在椅子上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他想起刚才张永峰说的那些羞辱庞发平的话，冷汗都冒出来了。庞发平放下手里的茶杯，站起身来，脸上保持着淡淡的笑容，语气平静地说道：“马局，今天是老同学聚会，你不用这么客气。”马德胜连忙直起身子，但姿态依然恭敬，小心翼翼地说道：“庞主任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您在这里，刚才路过，听到有人提市监局，就进来看看。”庞发平摆摆手，语气轻松：“没事，你忙你的，不用管我。”马德胜赶紧说道：“庞主任，上周您在全市营商环境改革推进会上的讲话，我们局里已经组织全体干部认真学习了。”他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：“关于简化企业市场准入审批流程的那个改革方案，我明天上午就让办公室整理好，送到您的办公室，请您审阅。”庞发平点点头，语气平淡：“行，你们抓紧落实就好，这是关系到全市的营商环境，马虎不得。”马德胜连连点头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：“是，庞主任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严格按照您的指示精神办。”张永峰站在一旁，整个人都傻了，他终于明白过来，庞发平不是什么综合科的普通科员，而是发改委的副主任。他的脑海里不断回放着刚才自己说的那些话，每一句都像刀子一样扎在他的心上。他说庞发平混得差，说庞发平穿的是淘宝货，说庞发平开的是破车，说庞发平一辈子都混不出头。他还说要带庞发平
去见自己的局长，说可以帮庞发平活动活动，找找关系。现在想想，这些话是多么的可笑和荒唐。他在自己局长的上级领导面前摆什么谱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马德胜这时候才注意到张永峰站在一旁，脸色苍白的吓人，额头上全是冷汗。他皱了皱眉头，问道：“小张，你怎么在这里？”张永峰的声音都在发抖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：“马局，我和庞主任是高中同学，今天是同学聚会。”马德胜恍然大悟，脸上露出一丝笑容。原来是这样，那真是太巧了。你们高中同学的感情一定很好吧？张永峰的嘴唇在颤抖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只能勉强挤出一丝笑容。是的。马德胜转向庞发平，语气恭敬地说道：“庞主任，那我就不打扰您和老同学叙旧了。您有什么吩咐，尽管说，我随叫随到。”庞发平摆摆手：“行了，你去忙吧，今天不谈工作。”马德胜又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这才转身朝门口走去。临出门前，还回头看了一眼，脸上带着恭敬的笑容。包厅的门关上了，但包厅里的气氛比刚才还要凝重，所有人都沉默着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庞发平重新坐回椅子上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目光平静地看着在场的每一个人。李东第一个反应过来，他猛地站起身，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。庞主任，不，庞发平，我刚才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跟我一般见识。庞发平淡淡的说道：“坐下吧，都是老同学，不用这么客气。”蒋娟也站起来，声音里带着激动：“发平，我真是太惊讶了，没想到你居然是发改委的副主任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？”庞发平笑了笑：“就是个工作而已，没什么厉害不厉害的。”赵卫小心翼翼地问道：“你真的是发改委的副主任？”庞发平点点头：“2年前提拔的，正处级。”赵卫倒吸一口凉气：“正处级，这在市里已经算是很高的级别了，而且发改委是实权部门，这个位置的含金量可不是一般的高。”他想起刚才张永峰炫耀自己是副科级科长的样子，现在对比起来，简直就是天上地下的差别。副科级跟正处级之间隔着正科级、副处级2个级别，这个差距不是一般的大。更重要的是，张永峰所在的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在很多工作上都要配合发改委。可以说，庞发平是张永峰局长的上级领导，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了张永峰。他此刻站在原地，脸色惨白如纸，额头上的冷汗不停地往下滴，他的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着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。李东走到张永峰身边，小声提醒道：“永峰，你还不赶紧给庞主任敬杯酒，道个歉。”张永峰这才反应过来，他颤抖着手拿起桌上的酒瓶，倒了满满一杯白酒，酒水洒了一桌子。他端着酒杯走到庞发平面前，声音沙哑地说道：“庞主任，刚才是我有眼无珠，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，您大人大量，别跟我计较。”庞发平看着他，没有立刻接话。包厅里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。张永峰的额头上冷汗越来越多，他咬了咬牙，一口气把杯子里的白酒全部喝了下去，呛得他直咳嗽。他放下酒杯，鼓起勇气说道：“庞主任，刚才我说的那些话都是胡说八道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工作，再也不敢胡说八道了。”
庞发平这才慢慢站起身，走到张永峰面前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永峰，你刚才说的没错，我确实应该注重一下形象。”张永峰听到这话，脸色更加难看。他知道庞发平这是在讽刺他。庞发平继续说道，语气平淡，但却让人感到无形的压力。不过你说的那些关于人要往上爬，要懂得经营人际关系的话，我不太认同。他顿了顿，目光直视着张永峰。在我看来，一个人能不能往上走，靠的不是投机取巧，不是溜须拍马，而是实实在在的工作能力和为人处事的品德。张永峰低下头，不敢直视庞发平的目光，身体微微颤抖着。庞发平的声音继续响起：“你刚才说我混得差，说我一辈子都是给别人打工的命，这话我也不认同。”他走回自己的座位，重新坐下。我确实是在给别人打工，给人民打工，给这个城市打工。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的。包厅里所有人都沉默着，大家都能听出庞发平话里的深意，这是在教训张永峰刚才的那些势利眼的言论。蒋娟想要打圆场，站起来说道：“庞发平说的对，我们都应该踏踏实实工作，不要太功利了。”李东也赶紧附和：“是啊，是啊，庞主任说的太对了，我们都要向他学习。”赵卫小心翼翼地说道：“发平，你这些年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，肯定吃了不少苦吧？”庞发平笑了笑，语气轻松：“还好，就是每天加班比较多，工作压力大一些，不过这都是应该的。”他看向张永峰，语气变得严肃起来：“永峰，你现在是科长了，虽然只是副科级，但也算是走上了领导岗位。”张永峰赶紧挺直身体，恭敬地听着庞发平的话。庞发平继续说道：“但是你要记住，当领导不是让你去摆架子的，不是让你去欺压下属和同事的，更不是让你去贪图享受的。”他的声音变得更加有力：“当领导就要有当领导的样子，要为人民服务，要为老百姓办实事，这才是一个领导干部应该有的觉悟。”张永峰连连点头，声音里带着哭腔：“庞主任，您说的对，我以后一定改正，一定好好工作。”庞发平摆摆手：“行了，今天就说到这里，都是老同学，我不想搞得太严肃。”他端起茶杯，环视一圈在座的同学们：“大家继续吃吧，难得聚在一起，开心最重要。”但是包厅里的气氛已经完全变了，刚才还热闹的场面现在变得压抑而尴尬。李东硬着头皮站起来，端着酒杯想要活跃气氛：“来来来，咱们大家一起敬庞主任一杯。”庞发平摇摇头：“我不喝酒，你们喝吧，我以茶代酒。”大家纷纷举杯，但心思都不在酒上，每个人都在偷偷地观察着庞发平和张永峰。张永峰坐在椅子上，整个人像霜打的茄子一样，再也没有了刚才的那种趾高气扬的样子。他的脑海里不断回放着刚才的每一个细节，那些嘲笑庞发平的话，那些炫耀自己的话，现在想起来都让他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更可怕的是，他突然想到，马局刚才说庞发平在营商环境改革推进会上讲话，还说要把改革方案送到庞发平那里审阅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庞发平在市里的地位比他想象的还要高，甚至可能参与全市的重大决策。而他刚才居然说要带庞发平去见马局，说可以帮庞发平活动活动，这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。他的脑海里不断回想着自己这些年的经历，从一个普通科员混到副科级科长，他自认为已经很了不起了。他
他开始变得目中无人，看不起那些没有他混得好的人，尤其是那些穿着朴素、开着便宜车的人。在他看来，一个人的成功与否，就看他穿什么衣服、开什么车、住什么房子，这是最直观的标准。但今天晚上的这一幕，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。原来真正有本事的人，根本不需要通过这些外在的东西来证明自己。庞发平穿着最便宜的衣服，开着最普通的车，住着最老旧的房子，但他的地位和身份却比在场的所有人都高。这种巨大的反差让张永峰感到深深的挫败感。他开始怀疑自己这些年追求的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。那块价值几万块钱的劳力士手表，此刻在他手腕上显得如此刺眼，让他恨不得立刻摘下来扔掉。那辆30万的奥迪车，此刻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，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根本代表不了什么。时间不知不觉到了晚上9点多，庞发平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，站起身来准备离开。他对大家说道：“不好意思，家里还有点事，我得先走了，你们继续玩。”蒋娟赶紧站起来：“这么早就走啊？再坐一会儿吧。”庞发平摇摇头：“不了，家里人在等我，改天有机会再聚。”李东也站起来：“那我送送您。”庞发平摆摆手：“不用，你们继续，我自己走就行。”他走到张永峰面前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语重心长地说道：“你说都快40的人了，说话要注意形象，别太张扬。”张永峰脸上露出一丝苦笑，他知道庞发平这是在讽刺他。庞发平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：“但是，什么是真正的形象？不是穿名牌，不是开豪车，不是住别墅。”他顿了顿，目光直视着张永峰。真正的形象是做人做事的态度，是对待工作的认真负责，是对待他人的尊重和善良。张永峰低下头，声音哽咽地说道：“庞主任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一定改。”庞发平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好好干，你还年轻，机会都是自己争取的，但要记住，脚踏实地比什么都重要。”说完这句话，庞发平转身朝门口走去，所有人都站起来送他。走到门口时，庞发平回头看了一眼包厅里的同学们，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：“大家以后常联系，有空再聚。”说完，他推开门走了出去，身影消失在走廊里。包厅的门关上后，里面的气氛瞬间变得活跃起来，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李东长长的吐了一口气：“我的天，今天晚上真是太刺激了，差点吓死我。”蒋娟也拍着胸口：“谁说不是呢？我现在心跳还在加速呢。”赵卫感慨道：“庞发平真是太厉害了，这么年轻就当上了副主任，前途无量啊！”大家纷纷点头表示赞同，只有张永峰一个人坐在那里，一言不发。李东走到张永峰身边，小声说道：“永峰，你也别太难过，庞主任不是那种小心眼的人，应该不会跟你计较的。”张永峰苦笑着摇摇头：“你不懂，今天晚上我把他得罪惨了，以后在单位里肯定没好日子过。”蒋娟安慰道：“不会的，庞发平不是那种人，你看他刚才走的时候还拍你肩膀，说明他没有真的生气。”张永峰叹了口气：“就是因为他没有生气，我才更加惭愧。要是他当场发作，我反而心里好受一点。”大家都沉默了。确实，庞发平今天晚上的表现堪称完美。面对张永峰的羞辱和嘲笑，他始终保持着冷静和大度。这种胸怀和格局不是一般人能有的。李东举起酒杯：“来，咱们敬庞主任一杯。”
虽然他不在这里，但咱们心里都记着他的好。”大家纷纷举杯，一饮而尽。庞发平走出酒店大门，夜风吹在脸上，带来一丝凉意，让他的头脑更加清醒。他走到停车场，找到自己那辆不起眼的国产车，打开车门坐了进去，启动汽车。车载收音机里传来新闻播报的声音，他调低了音量，慢慢地开车驶出停车场。路上车流不多，夜晚的城市显得格外宁静，霓虹灯的光影在车窗上闪烁着。庞发平一边开车，一边回想着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并没有因为揭穿了张永峰而感到高兴，反而有些惋惜，曾经的同学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他记得高中时代的张永峰，那时候的他积极向上，热心助人，是个很不错的同学。但现在的张永峰变得势利眼，目中无人，把外表和物质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庞发平知道，这不仅仅是张永峰一个人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。很多人都觉得成功就是开豪车、穿名牌、住别墅，至于怎么得来的，过程如何，似乎并不重要。但庞发平从来不这么认为，在他看来，真正的成功是能为社会做出贡献，能为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。至于那些外在的东西，都是次要的，是锦上添花，而不是根本。他想起刚参加工作那会儿，每天加班到深夜，为了一个项目的审批，要查阅大量的资料和数据。那时候工资不高，住的是单位的集体宿舍，吃的是食堂的便宜盒饭，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，每一个项目的落地都能为这个城市带来发展，能为老百姓创造就业机会。这种成就感是任何物质享受都无法比拟的。庞发平开车到了家门口，把车停在楼下的空地上，熄火下车，锁好车门后朝楼道走去。楼道里的声控灯还是坏的，他摸黑上楼，熟练地找到扶手，一步一步往上走。到了4楼，掏出钥匙打开门，屋里的灯光透出来，让人感到温暖。沈珍听到开门声，从卧室里走出来，看到丈夫回来了，脸上露出笑容。回来啦，同学会怎么样？玩得开心吗？庞发平换上拖鞋，走进客厅，坐在沙发上。还行吧，见到了一些老同学。沈珍倒了一杯温水递给他，累了吧？喝点水，我给你热了点夜宵，要不要吃点？庞发平接过水杯，摇摇头，不用了，我在酒店吃了点东西，不饿。沈珍在他旁边坐下，关心地问道：“你今天穿那一身去的，同学们没有笑话你吧？”庞发平笑了笑，把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简单地说了一遍。沈珍听完后，既生气又好笑。那个张永峰也太过分了，怎么能那样说话呢？庞发平摆摆手，算了，都过去了，他也是被社会风气影响了，不能全怪他。沈珍叹了口气，你这人啊，就是心太软了，要是换成别人，早就当场翻脸了。庞发平喝了一口水，语气平淡，翻脸有什么用？只会让场面更难看，还不如大度一点，给他留点面子。沈珍看着丈夫，心里涌起一股温暖的感觉。你能这么想就好，我就怕你心里憋屈。庞发平笑着摇摇头，我有什么好憋屈的？我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，别人怎么看我不重要。沈珍靠在丈夫肩上，轻声说道：“你知道吗？我最欣赏你的就是这一点，不管外面怎么样，你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本心。”庞发平拍了拍妻子的手，这么多年了，多亏你一直支持我，要不然我也坚持不到今天。
两人就这样依偎着坐在沙发上。屋外是喧嚣的城市，屋内是温馨的家庭。这种平淡的幸福让人觉得踏实。第二天是周日，庞发平在家休息，难得睡了个懒觉。起床后已经快9点了，沈真早就起来了，在厨房里做早饭，煎蛋和煮粥的香味飘满了整个房间。庞发平洗漱完毕，坐在餐桌前，沈真把早饭端上来，两人边吃边聊着天。正吃着饭，庞发平的手机响了，是蒋娟打来的。他接起电话，蒋娟的声音从那头传来：昨天晚上真是对不起，没想到会发生那样的事情。庞发平笑着说道：没事，都过去了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蒋娟继续说道：我给你打电话，主要是想告诉你一件事。昨天晚上你走了以后，张永峰一个人在那里喝闷酒，喝了很多。庞发平皱了皱眉头：他没事吧？蒋娟回答：还好，我们把他送回家了，不过他看起来挺难受的，一直在自责。庞发平沉默了一会儿，说道：也好，让他反省反省也不是坏事。蒋娟试探着问道：你不会真的生他的气吧？庞发平摇摇头：我没有生气，只是觉得有些可惜，好好的一个同学，怎么就变成那样了？蒋娟叹了口气：其实永峰也不容易，这些年为了往上爬，吃了不少苦，可能心态有点变了。庞发平理解地说道：我明白，但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，都不应该丢掉做人的基本原则。蒋娟连连点头：你说的对，我回头找机会劝劝他，让他好好反省反省。挂了电话，庞发平继续吃早饭。沈真在一旁问道：蒋娟打电话说什么？庞发平把电话内容简单说了一遍。沈真听完后说道：那个张永峰也算是自作自受，不过看在老同学的份上，你还是别跟他计较了。庞发平点点头：我本来就没打算计较，只是希望他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吃完早饭，庞发平在家看了会儿书，下午准备去单位处理一些积压的工作。虽然是周末，但作为发改委的副主任，他经常需要加班，有些紧急的项目不能拖延。沈真有些心疼地说道：周末也不让你好好休息，整天这么忙，身体吃得消吗？庞发平笑着说道：还好，我年轻着呢，这点工作量没问题。沈真嗔怪道：都快40的人了，还说自己年轻，你要注意身体，别累坏了。庞发平点点头：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另一边，张永峰在家里躺了一整天，头疼欲裂，不仅是因为昨晚喝多了酒，更是因为心里的愧疚和懊悔。他的妻子看他这个样子，关心地问道：你怎么了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张永峰摇摇头，声音沙哑地说道：不用，就是喝多了，休息一下就好。妻子给他倒了一杯温水：你昨天晚上到底怎么了？李东送你回来的时候，你一直在说胡话。张永峰接过水杯，苦笑着说道：我昨天晚上犯了个大错，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妻子不解地问道：什么人啊？有这么严重吗？张永峰把昨天晚上的事情详细地说了一遍。妻子听完后也惊呆了，他责怪道：你怎么这么糊涂，连人家的底细都不清楚就乱说话，这下可怎么办？张永峰颓废地靠在床头：我也不知道啊，当时看他穿的那么普通，开那么便宜的车，就以为他混得不好。妻子叹了口气：这就是你的问题，总是以貌取人，现在知道厉害了吧？张永峰后悔地说道：我现在真是肠子都悔青了，要是能重来一次，我肯定不会那样说话。
妻子想了想，说道：“要不你找个机会，正式的给庞主任道个歉，态度诚恳一点，或许人家不会跟你计较。”张永峰摇摇头，已经道过歉了，但我知道那些话已经说出去了，覆水难收。妻子安慰道：“你也别太悲观，据你说，庞主任好像挺大度的，应该不会真的跟你计较。”张永峰苦笑：“就是因为他太大度了，我才更加愧疚。要是他当场发作，我反而心里好受一点。”两人沉默了一会儿，妻子突然说道：“其实这也不是坏事，至少让你认识到自己的问题。”张永峰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：“你说的对，这些年我确实变了，变得我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。”妻子继续说道：“你刚参加工作那会儿，多老实本分啊，对谁都很客气，现在当了个小科长，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。”张永峰惭愧地低下头：“我知道错了，以后一定改。”妻子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知错能改就好，你还年轻，以后的路还长着呢，好好工作，踏踏实实做人，总会有出头之日的。”张永峰深吸一口气，眼神变得坚定起来：“你说的对，我要重新做人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。”周一早上，庞发平像往常一样7点起床，洗漱完毕后吃了简单的早饭，骑着共享单车去上班。市发改委的办公大楼位于市中心，是一栋10几层的现代建筑，外墙是蓝色的玻璃幕墙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庞发平把共享单车停在楼下的停车区，刷卡进入大楼，乘电梯来到9楼的办公室。他的办公室不大，大约20平米，摆着一张办公桌、一个书柜，还有一套简单的会客沙发。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文件和资料，电脑屏幕上还开着几个工作文档，显示着未完成的工作。庞发平坐下来，打开电脑，开始查看今天的工作安排。有几个项目需要审批，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要参加。秘书小刘敲门进来，手里拿着一叠文件。庞主任，这是市监局送来的营商环境改革方案，马局说请您审阅。庞发平接过文件，翻看了几页：“放这里吧，我今天抽时间看看。”小刘点点头，正要离开，又想起什么：“对了，马局还打电话来，说想约您吃个饭，您看什么时候方便？”庞发平想了想，就说：“我最近工作比较忙，等忙完这阵子再说吧。”小刘应了一声，退出了办公室。庞发平继续处理手头的工作，上午开了2个会，下午审批了几个项目，一整天都很忙碌。到了下午5点多，他的手机响了，是一个陌生号码。他接起来，那头传来张永峰紧张的声音。张永峰小心翼翼地说道：“庞主任，我是张永峰，打扰您了。”庞发平放下手中的文件，语气平静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张永峰深吸一口气，鼓起勇气说道：“庞主任，关于上周6的事情，我想再正式地向您道个歉。那天我说话太过分了。”庞发平沉默了一会儿，说道：“永峰，那件事我早就不放在心上了，你也不用一直记着。”张永峰的声音有些哽咽：“但是我过不了自己这一关。那天我说的那些话，现在想起来都让我无地自容。”庞发平语气缓和了一些：“人谁没有犯错的时候？重要的是能认识到错误并改正。你能意识到这一点就很好。”张永峰感激地说道：“谢谢您，庞主任，您真的太大度了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工作，不辜负您的期望。”庞发平笑了笑：“别这么说，我对你没有什么期望，只希望你能踏踏实实做人，认认真真做事，这就够了。”张永峰连连点头，
虽然庞发平看不见，我一定会的，庞主任。以后有机会，我请您吃饭，当面向您赔罪。庞发平摆摆手，不用这么客气，都是老同学，以后有空大家一起聚聚就行。挂了电话，庞发平继续处理手头的工作，直到晚上7点多才下班，骑着共享单车回家。回到家里，沈珍已经做好了晚饭，两人边吃边聊着今天的事情。庞发平把张永峰打电话的事说了一遍，沈珍听完后说道：“看来他是真的认识到错误了，你能原谅他就好。”庞发平笑着说道：“本来就没什么好原谅不原谅的，都是一些小事，何必太计较？”沈珍感慨道：“你这种心态真好，要是换成别人，早就记仇了。”庞发平放下筷子，认真地说道：“记仇有什么用？只会让自己心里不痛快，还不如大度一点，让别人也让自己都舒服。”沈珍点点头：“你说的对，这就是为什么你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，不仅是能力强，更重要的是人品好。”庞发平笑着摇摇头：“别夸我了，我就是个普通人，做着普通的工作，过着普通的生活。”沈珍看着丈夫，眼神里充满了温柔，但就是这份普通，才是最真实、最可贵的。吃完晚饭，两人一起收拾碗筷，然后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过着平凡而温馨的生活。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，车水马龙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奔波着。有人追求名利，有人追求权势，有人追求财富，但真正重要的是什么？或许只有经历过才会明白。庞发平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多了不起，他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认真做事，尽力为这个城市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他不需要豪车名表来证明自己，不需要华丽的衣服来装点门面，因为他知道真正的价值在于内心的充实和对社会的贡献。而张永峰通过这次教训，也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：外表的光鲜亮丽并不能代表什么，真正重要的是内心的品质和做人的态度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